欢迎回到13案传奇。在与英国人的冲突的10多年后，广州城迎来了它的灭顶之灾。这是前13行时代将要在这里结束，不仅是商业上的彻底洗牌，广州居民将要面临的更是生与死的告别。此前的1646年，新军在童养甲、李成栋的带领下攻陷了广州及肇庆，相继击败了在广州附近的顺德、新会等地的南明势力。但到了1648年，广东提督李成栋因为受到他的爱妾张氏自杀进谏的影响，杀死了政敌童养甲，反清复明。他派代表到广西迎接贵王朱由榔回到肇庆，广东全境又回到了大明控制的状态。此时的朱由榔为了获得澳门方面的军事力量的支持，从他们一家到下属的部分官员改信了天主教，受洗并改了教名。面对得到葡萄牙人支持的残民势力，清政府选择以华制华。顺治6年，前大明将领尚可喜扩满清册封为平南王，然后带领清兵南征广东。1650年，新军攻至广州城下，开始对广州城进行长达10个月的围城攻城战。他与同是前大明将领的晋南王耿继茂用尽各种手段，终于在11月24日攻破广州城。随后对据城死守的残余部队和广州居民进行屠杀，史称庚寅之节。这些挂名鞑靼实为汉人的汉八旗子弟，开始了针对汉人不分男女老幼、不分军民的大屠杀。他们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，妇女、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。有些富人拿出自己的钱买回了自己的性命，但大多数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当时广州城内有6条内河，连通珠江，合起来名为六脉渠。有传闻说城中有6、7千人躲进这些内河，刚好天降大雨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被淹死。有7个人躲到关帝庙的神像的肚子里才躲过一劫。不仅是城内，就是城外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。当时13行附近的18股，它的名字的由来有一个传说。据说尚可喜计划从西门开始连杀18铺，1铺路就等于10里路。他的手下有一名幕僚，名为王相传，他吩咐手下以商铺的铺代替铺路的铺，他手下赶制17块木板，写着第1铺、第2铺，一直写到18铺。他手下在街上钉好牌子，第2天士兵杀到钉有18铺的木板处就停手。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，却反映了当时清军那种毫无人性的凶残。屠杀到12月6日结束，能活下来的只有3类人：还活着的炮手、一些壮丁以及宗教人士。炮手可以继续给军队做培训，壮丁可以搬运尸体，宗教人士可以做法事。壮丁将房屋的木梁拆下来当柴火，和尚为死者做法事。部分尸体丢弃在东门附近，堆积如山，任由鸟兽啄食。街上还有没死的婴儿趴在母亲的尸体上，试图吸食乳汁。后来有一名曾被皇帝授予紫衣的和尚，人们称他为紫衣僧。他筹款买柴火化尸体，尸体烧了好几天，风吹起骨灰再飘洒到地上，远远望去就像下雪一般。这座集体焚化尸体和埋葬尸体的小山堆就被后人称之为贡冢。这次屠杀的震撼性连屠夫自己都无法接受。屠杀事件的主犯尚可喜从此以后晚上噩梦连连。后来他在荷兰海棠寺主持的开导下，决定捐建寺庙以洗清罪孽。他的手下投其所好，纷纷捐款。海棠寺与现今北京路附近的大佛寺就在这个时候得到发展壮大。尤其是海棠寺，
规模扩大了好几倍。某些宗教场所的兴旺，往往是人意识到自己的罪孽，试图以金钱赎罪的结果。尚可喜的士兵占据了城内的东南区域，在这里生息繁衍。这些人的后代后来融入广州，成了广州人。而葡萄牙人随着广州的陷落，也意识到大明已经不可挽回，今后将会是大清的时代。他们接受清政府的册封，继续做起自己的生意。荷兰人则趁着政局动荡，在此打起成为中华政权总代理的主意。而新生的政权，尤其是尚可喜这样的藩王，还是需要新的白手套商人帮他们赚钱。大清的13行将会迎来真正的高光时刻。到这里，我们这个13行系列的明朝部分正式结束。喜欢本系列的朋友，请记得订阅本频道，一同见证13行的光辉未来。